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。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：巴黎时装周同框名场面，陈都灵、王一博颜值与气质的双重吸引。在巴黎时装周这样一个汇聚全球时尚目光的舞台上，明星同框本身并不少见，但真正能够让人记住的画面，往往并不只是服装本身，而是人物之间那种自然流露的气质与互动。就在这一季时装周期间，陈都灵与王一博的同框亮相便成为不少网友津津乐道的画面之一。两个人站在一起，风格截然不同，却意外的和谐。无论他们穿什么衣服，似乎都能轻松驾驭那种颜值高、穿啥都好看的直观感受，在镜头前表现得格外明显。尤其是某些瞬间捕捉到的眼神交流，带着一点欣赏意味的目光，让人一下子就感受到两人之间那种自然的默契，并不是刻意设计的互动，也没有任何夸张的表现，只是一瞬间的眼神停留，却让画面显得格外生动。如果把视线先放在陈都灵身上，会发现她这次的造型其实颇具讨论度。她所穿的那条裙子，从设计角度来看确实有一些颇具争议的地方。裙子的整体剪裁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优雅线条，腰部设计略显复杂，甚至可以说有些累赘，裙摆的结构也带着一点刻意的凌乱感。这样的设计在秀场上或许是设计师表达创意的一种方式，但如果从普通审美角度来看，难免会有人觉得不太好驾驭。甚至有人开玩笑说，连家里的长辈看到这样的设计，都可能会皱皱眉头，觉得这条裙子看起来有些别扭。这话虽然听起来有点直白，却也说出了不少人的真实想法。不过，时尚有时候就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存在。当衣服本身带着一些难以理解的设计时，穿衣服的人往往会成为决定整体效果的关键。细想一下，无论服装设计多么天马行空，甚至让人一时琢磨不透，只要是陈都灵穿上，那种怪异感往往会被她的气质慢慢压下去。她身上有一种特别的灵动气息，这种气息并不是刻意塑造出来的，而是从她的神态和动作中自然散发出来。她的短发剪得干脆利落，线条清晰，让整个人显得格外清爽。走动时的步伐轻盈，像小鹿一样带着一点点灵巧的节奏。这样的状态让人很难把注意力完全放在衣服本身，而是更容易被她整个人的气质所吸引。有人用一个很生活化的比喻来形容这种感觉，就像平时去菜市场买菜，偶尔会遇到一些看起来不那么新鲜的蔬菜，如果摆放得当，搭配得好，依然可以看起来十分诱人。陈都灵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是那个能把蔫巴菜摆出高级感的人。她身上的那条撞色裙子，如果单独拿出来看，颜色之间似乎并不算特别协调，剪裁方式也并不按照常规思路来设计。如果换成其他人来穿，可能真的会被评价为造型灾难。但当她站在那里，气质和神态慢慢成为视觉中心，很多人反而不再执着于去挑剔裙子的设计细节。观众的注意力被她的脸庞、她的眼神、她的姿态吸引过去，衣服反而退到了一个配角的位置。这其实正是美丽带来的一种微妙优势。当一个人本身具有足够吸引人的气质时，衣服往往会变成衬托，而不是主角。陈都灵身上那种清新自然的感觉，让人很容易忽略服装本身的争议设计。她的表情带着一点俏皮，又带着一点从容，这种状态让整个人显得格外有生命力。很多人看完她的造型照片之后，都会有同样的感觉。或许裙子本身并不完美，但她站在那里，画面就已经很好看了。再把视线转向王一博，
会发现他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条路线。如果说陈都灵的造型带着一点设计上的大胆尝试，那么王一博的穿搭则显得非常克制，没有那些复杂夸张的奇装异服，也没有刻意强调视觉冲击的设计。他选择的是一套相对简单的休闲叠穿搭配，但层次却处理得十分清晰。不同单品之间的叠加让整体造型显得丰富而不凌乱，颜色搭配也保持着干净利落的感觉。这样的穿法在时尚圈里或许并不算最张扬，却给人一种格外舒服的视觉体验。尤其是在一些近距离镜头中，这种感觉更加明显。镜头拉得很近，甚至仿佛可以数清脸上的细节。很多明星面对这种高清镜头时都会显得格外谨慎，因为任何瑕疵都可能被放大。但王一博的状态却显得非常自然，脸部线条干净利落，看不出浓重的妆感，整体感觉就像是刚洗完脸出门一样清爽。这样的状态在时尚圈里反而显得格外特别。很多人为了在镜头前呈现完美状态，会选择厚重的妆容来修饰细节，而他却几乎是以淡妆甚至接近素颜的状态出现在镜头前。这种自信其实并不是空口说说，因为高清镜头是最不会骗人的。皮肤状态、五官轮廓、整体气质，在这样的镜头下都会被真实记录下来。王一博的五官线条本身就非常立体，再加上整体气质偏向清冷克制，让整个人看起来格外有辨识度。很多人看完现场照片之后都会觉得，他那种从容不迫的状态，比任何复杂的大牌造型都更有范儿。真正的时尚感有时候并不来自夸张设计，而是来自于一个人对自身气质的掌控。而在这次同框画面中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其实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瞬间，陈都灵看向王一博时的那个眼神。那是一种很自然的欣赏，没有任何刻意的表情管理，也不像是为了拍照而摆出来的姿态。那一瞬间的目光里，带着一点点赞叹，也带着一点点轻松的好奇。很多网友在看到这张照片时都会忍不住说，那种欣赏的意味几乎是藏不住的，不是客套，也不是礼貌性的微笑，而是一种很真实的情绪流露。这样的画面其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生活中的一些小场景。我们在日常生活里也会遇到类似的时刻，当看到一个特别出色或者特别顺眼的人时，眼神里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点光彩。这并不需要刻意控制，因为欣赏本身就是一种很自然的情绪。在巴黎这样一个充满时尚氛围的场合，两位年轻人没有太多复杂的社交套路，而是简单的被彼此的气质吸引。这样的互动反而显得格外真实。从某种角度来看，这个同框画面也说明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：真正的美好往往是能够产生共鸣的。陈都灵的灵动气质与王一博的自然松弛感形成了一种很舒服的平衡，一个偏向清新俏皮，一个偏向冷静从容，两种气质并没有互相冲突，反而互相衬托。这样的组合让周围的氛围也变得更加轻松自然。其实很多时候，普通观众在看时装周时很容易陷入一些细枝末节的争论。大家习惯拿着放大镜去研究衣服的每一个细节，比如腰线是否合适，颜色搭配是否协调，剪裁是不是符合传统审美。但如果稍微退一步来看，就会发现时尚本身其实带着一点玄学的意味。有时候设计师的想法非常前卫，普通观众一时无法理解也很正常。真正能够让造型成立的，往往还是人的精气神。陈都灵的俏皮灵动和王一博的松弛自然，其实就是他们能够在时装周这种场合脱颖而出的关键。衣服只是外在包装，而真正吸引目光的是他们自身的状态与气质。就像生活中买月饼一样，盒子再精致，
如果月饼本身不好吃，也很难真正打动人。但如果月饼味道很好，即使只是简单包装，也依然会有人愿意购买。因此，与其过分纠结衣服设计的完美与否，不如多看看人本身的魅力。陈都灵和王一博在巴黎时装周上的表现，其实给普通人带来一个很简单的启示：自信比什么都重要。如果一个人总是畏畏缩缩，即使穿上再昂贵的衣服，也很难真正散发魅力。但如果一个人能够大大方方地展现自己，即使只是简单的衣服，也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风格。镜头前的他们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，不只是因为颜值，也因为那种自然从容的态度，对自我风格的坚持，对自身状态的自信，这些才是真正值得学习的地方。生活中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，与其一直纠结外在条件是否完美，不如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，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，抬起头，挺起胸，整个人的气质自然会发生变化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次巴黎时装周的同框画面，与其说是一场单纯的看秀经历，不如说是一种关于人的观察。看这些既美丽又努力的人，如何用最真实的状态去面对世界。那些看似随意的瞬间，其实都藏着他们对生活和自我的态度。相比之下，如果只是单纯吐槽衣服不好看，反而显得有些本末倒置。真正值得关注的，从来不是衣服本身，而是穿衣服的人，以及他们所展现出来的自信与光彩。感谢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，请记得点赞、评论并订阅频道。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。再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